在菲辛纳国家公园，除了众所皆知的酒杯湾，更想推荐2个躲避人群的好地方。如果你听到长阶梯脚就软，但又想拍出漂亮的质感照片，直接导航去沉睡湾和图维尔角灯塔。在沉睡湾，你会看见布满橘色地衣的巨大礁石，在浪花撞击下显得特别壮丽。而图维尔角灯塔则像个沉默的守护者，站在断崖边俯视一切，一动一静，这才是真正的度假。本来一早的行程是要绕酒杯湾一圈，但昨天通知因为酒杯湾风太大了，游船的行程取消，其实有点失望。这个价格其实不便宜，约6000多元。给大家看一下他们游船介绍的影片，我觉得还蛮精彩的。没办法，人算不如天算，只能期待下一次。既然行程变动了，就找替代方案。从地图上来看，沉睡湾和图维尔角灯塔距离也蛮近的，就选定这2个点走去看看。因为我们没有交通工具，只能徒步前往。光走到沉睡湾的停车场就要花40分钟，远处就可以看到著名的哈泽德山脉的花岗岩山峰，旁边都是这种洁白的小花，叶子非常细小且坚硬，长得低矮茂密，主要是为了减少水分的蒸发，才能抵抗来自菲辛纳国家公园干旱而且强风的气候。这个季节是澳洲的圣诞假期，停车场这边停满了车子，许多家庭都会开车来塔斯马尼亚度假。从停车场出发，沿着步道只需步行约5到10分钟即可抵达。沿途的景观很丰富。你知道为什么这里叫沉睡湾吗？不是因为这里的海水会催眠，是因为它真的太会躲了。塔斯马尼亚东岸的海岸通常是波涛汹涌，但沉睡湾刚好被几座巨大的花岗岩峡角给遮住了，因此湾内的海水相对的平静。这名字还有点历史味。听说19世纪的捕鲸船员巡航累了，就会把这里当作天然的休息室，进来打个盹儿。名副其实，就是一个给人和船睡觉的一个好地方。海浪拍打在陡峭的花岗岩悬崖上，展现出壮观的景象。从观景台继续往下走，约10到15分钟可抵达海滩，可以近距离的观察被海水侵蚀成蜂窝状及圆盾形状的小碎石滩。想知道沉睡湾的海水为什么能透成这样吗？其实是因为它有3个秘密武器。第一个，太细的沙子都被浪卷走了，岸上只剩下重磅级的砾石。第二个，这里的粉红花岗岩超硬，碎掉后是出砾石，而不是混浊的泥沙。第三个，这里的海水没什么营养的盐分，绿藻长不出来，所以不会绿绿浊浊的。少了气沙缴获，又少了绿藻挡视线，剩下的当然就是那种极致透明，像宝石一样的蓝色。看到满地的岩石，像是被谁恶作剧喷了亮橘色的喷漆，这其实是自然界最狂野的基地创作。这些亮橘色的小东西叫地衣，它们的真实身份是真菌和藻类的异性兄弟共生体。主要的原因是这边的海水咸到不行，一般的苔藓或植物根本撑不过3秒钟。但这群地衣天生超耐盐，刚好就是它们的专属地盘。地衣生长的速度是慢工出细活，既然没有竞争对手来抢地盘，
加上专挑质地坚硬、具有稳定酸性特质的花岗岩，他们就花上几百年的时间，一点一滴的把整块岩石铺满。由于水很清澈，有个小朋友跟着妈妈在学浮潜。这种鸟是澳洲常见的银鸥，在沙滩上有许多隐藏的小甲壳类动物或昆虫，成了它们觅食的场所，也有不少人在岸边休息。花老喜欢上这个地方，就躺下来晒太阳、滑手机，享受日光浴。从沉睡湾到图维尔角灯塔，距离约 3.8 公里，开车6分钟就到，但是对徒步的我们来说，要走1个小时。这上升的路径展现出典型且安静的森林路段，阳光穿越树叶洒在路面上，展现出南半球夏季12月明亮却不燥热的健行氛围。这座灯塔建于1971年，从一开始就是全自动化，因此没有人守护。灯塔本身造型简洁，高约11公尺，主要为航行于塔斯曼海的船只提供指引。来了才发现其实进不去，只能在远处观看。图维尔角灯塔附近的环形步道被列为塔斯马尼亚60条最佳短程步道之一，全长仅约600公尺，而且全程走在平坦的高架木栈道上，步行一圈只需20分钟。斯曼海位于澳洲与纽西兰之间的海域，加上暖流与南方寒流在此交汇，造就了极其丰富且多样的海洋生态。金块岩是最著名的地标，一组巨大的花岗岩小岛矗立在海中，海鸟会在这里栖息。本来今天的九杯湾游船行程就是要绕到这边来看这些生态，可惜因为风太大就取消了。但现在风还是很大，连拍摄也是有点危险。带大家看一下菲辛纳国家公园的日落。现在已经晚上8点多了，太阳才正要下山。站在这餐厅外面露台区欣赏，正面对着大姆湾与山脉，视野完全没有遮挡，海面呈现出如镜面般的平静，映照出天空中粉紫色的云霞。总结这4天3夜在菲辛纳国家公园的旅行，感觉上不是在观光，而是在生活。一开始可能觉得这里手机讯号常被中断，很困扰，但是到了后来会开始注意海浪的声音、壮丽的山景以及自己内心的平静。有机会建议你也来走一趟。